这是我搜集的关于你的所有资料。当然，你承认不承认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，因为事实我查得很清楚。我叫你来，无非就是让董事长还有 Peter 确认一下，对吗，Peter？对。你要看吗？接，你先接，接完了咱们聊。没必要。这次我去见 Peter， 我觉得情况不太对，必要的时候你就行动。公司是可以起诉你的，但是看在 Peter 的面子上，再加上你为公司服务了那么多年，我也会网开一面。是，于石都说不计较了，你就抓紧把这个离职协议给签了，大家好聚好散，没必要弄得那么难看嘛。这个字我不签。丁明，我今年42了。你们俩当初把我从投行挖来的时候，是公司的初创期，对吧？我一个人扛着10几个项目，咖啡当水喝，信息过载到我每天头疼。家人孩子我没有正经照顾过一回。可以这么说吧，预想投资能有今天的规模，我是出了力的。他不知道，你们2位不知道吗？吴总走了，你们让我顶住压力，把公司撑住，我撑住了。公司的局面也稳定了，然后呢，你们没有一个人跟我打过招呼，直接空降一个合伙人，什么意思？苦活累活我都干了，然后卸磨杀驴，是吗？咱们公司辞退一个部门主管，都不止这些钱吧？拿这点钱来打发我，我是 MD 呀。所以这个字，我肯定不签。现在这个点儿，怕是赶不回来了呀。哦，都这点儿了，要不你去了别回来了。那个，我跟前台交代一下考勤。行姐，那我现在就去。嗯，好。小戴，哎，我听说你基金涨了。哎呀，就那点小钱儿，姐你就别笑话我。我先行，走了，你快姐，去吧。拜拜。嗯。
职场的本质就是等价交换。你有价值，我们就要你；我们不给，说明你不配。对自己没有清醒的认知，难怪会做出这么蠢的事情。律师啊，这件事按规矩来吧。机会我已经给过你了，别怪公司无情。不是，于师没必要闹这么僵吧？不是，你赶紧把协议签了，否则以后麻烦的是你。来硬的是吧？那咱们就看看谁损失大。什么？我没听清。刚才董事长说的特别好，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。那如果我们的核心商业机密要被泄露了，损失有多大？系统感染病毒是在所难免的，但如果整个服务器上所有的资料都没有了，玉香投资损失有多大？你疯了，丁丁！我没有疯啊。既然大家鱼死网破，那我们就一起来评估一下，损失到底有多大。前阵子公司搭建了信息化统一平台，帮忙搭建的一个工程师是我朋友。他跟我说，于总要求公司机密文件都要特殊加密，密码只有他一个人知道。但前几天楠姐找他说，公司内部要测试平台，但于总出差了，问他要密码。但问题是，公司根本没有要测试平台，于总也没有出差。赵胜男，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你起开！你起开！怎么了？别咬我！能沾水不？不能沾水。嗯。哎，我是他朋友，怎么样？啊，没事儿，就一点挫伤，真的没事？真没事儿。没事儿，疼吗？还好有一点。回去多休息。好，然后尽量不要让手腕多运动。哦，好好。哎，我又没残。谢谢。我来吧。不用。冷不冷？不冷。那疼不疼？不疼没。没事儿。小心一点。公司怎么样了？哦，没受损失，已经交给警方处理了，让律师去办吧。楠姐也挺奇怪的哈，平常我感觉挺冷静的，这次遇到丁总的事情这么失控，前途都不要了。你知道他们之间不仅是同事的关系吗？真的假的？楠姐也太糊涂了吧！所以说你高估了人性和理智。丁明为了自保，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了赵正南身上。那楠姐也太不值了，丁总也太过分了吧！车一会儿到，我们来坐，我跟你说两句话。公司最近可能会有一些人事上的变动，
如果有任何人向你打听什么，我希望你只字不提。我不想公司受到任何的影响，可以吗？在华科远见这个事情上，你做得非常好。张宏达已经告诉我了，你为此付出了很多。那的确是。谢谢你。哎，老板，那我之前的事情翻篇了，从现在开始，好了吗？谢谢老板。他怎么能说没事呢？真的不疼吗？老板，你要这么捏的话是有点疼的。来，下来。啊，下来。车我来开，你回去吧，把这个放后座。于总，没事的，我自己可以回去的，家离得挺近。我不是送你回家，我送你去公司。啊，我去公司干嘛呀？你给华科远见的那份合同，以为没有问题了吗？有瑕疵的。哦，改一下。可以，我陪你。哦，好。我没有勉强你吧？哦，没有，嗯。轻伤不下火线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对。谢谢。慢点。移动搬走。我怎么觉得我的骨头长得还挺好看的？这是不是就人家说的那个骨相美人？不好意思，后视镜。骨相什么？没什么。快点睡吧，啊！看看他耳朵了，38度5，降下来点儿，看看，出汗了啊？发发汗就好了。发发汗就不冷了啊。你吃完了，我自己睡一会儿就行。好，有事喊我。其实这些我是可以自己做的，叫你来是想让你学习一下，让你看一下我是怎么做的。学到了，真的。最后再检查一下。好了。那我周一发给云生东方。OK。我现在送你回家。还疼吗？老板，你饿吗？
我请你去吃点好的吧。但这个点不知道哪家还开着，看看吧。或者你想吃点什么？你想吃什么？好了，谢谢。老板慢走。醒了？我真挺香的。不是我吵到你的。啊，没有。给，犒劳你，你不是饿了吗？小心小心，有油。什么呀？小龙虾，小龙虾？我爱吃。你怎么知道我爱吃？喜欢就好，麻辣的。差不多，我先送你回家，然后。你这么多，你不吃吗？我还约了人。哦。几点了？挺晚的了吧？什么意思？哦，没有，我说你这么晚还挺忙的，约会好多哟。哦，你想多了。明天周末，你有时间吗？有。那我约你喝个咖啡。好。时间、地点我发你。什么？时间、地点我发你。哦，好。别迟到。我跟你说啊，这1个月姐们这日子过得叉穿，真的，电视剧都不带这么演的。不过终于算是落下帷幕了，踏踏实实可以睡个安稳觉。你这点出息，一个成功的年轻女性，怎么能把你的大好时光全部浪费在一个人睡觉上？几个人睡啊？我来给你安排一下。哎，老苏他们公司呢，最近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计哦。真打算安排啊？我对你问好了。哎，条件各方面真的很不错，单身有房，性向正常，而且长相小正太，我照片都给你要了。哎，明天你跟我去吃饭，我呢就安排一个咱们4个人的约会，这样呢你去亲自看一看，过目一下。真的，我给你要照片了。对，我我让老苏发给我了，你等一下。哎，姐妹，真的，我一个人挺快乐，单身特快乐。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宝贝，你要相信我。我是真正的快乐，你信我行吗？你不是的，你不懂的。哎，照片。再说，你怎么能够确定就是说现在没有人约我呢？哎，你这个就是质疑的眼神，蛮伤人的，你知道吗？是谁呀？我认识吗？长什么样啊？帅不帅？你认识？就咱基建馆那个耍钱耍的特好那个，伊森，于是，我新老板。啊？分析了一下，我新老板约我，肯定不止约我这么简单吧？长大了。
我觉得他肯定要在业务这块考验我。真的，你别，那天我跟你分析啊，他怎么会无缘无故约我喝咖啡呢？他肯定要看我就是对于这个敏锐程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、认真的做好准备工作。还得是你呀。凭实力单身，真的。大姐，人家一男的，领导，专门为了你去健身偶遇，还约你，他考验你什么业务能力啊，大姐？他八成是看上你了。真的，他八成是看上你了。他结婚了吗？他有没有女朋友啊？我哪知道？你调查一下呀，不伤心呐？我跟你说，像现在这种优秀的男青年，尤其是成功人士，特别容易出轨，尤其是你们金融圈的，都是俊男美女。所以啊，咱问清楚，如果他有家或者有女朋友，咱不干这事儿啊，咱不干这个触犯道德底线的事儿，好不好？咱冷静。但是他但凡是一个单身，姐妹儿，咱们就冲他，就冲他，冲的。哎，你们办公室是不是不让有办公室恋情啊？也没关系，不重要。咱辞职，就跟他好。对啊，相夫教子，做成功男人背后那个最厉害的女性是就她了。对，拿下，相信我，姐妹，冲她。你能不能实际一点？你是不是疯了？咋的了？他啥呀？你看到了吧？看到了。就浑身散发着一股哎呦天的金钱气息，对吧？多香。怎么着也算是一个人间精品吧？是不是？对呀。那这扑他的狂风浪蝶，呼呼呼呼的，我你咋的了？我咋了？你多踏实啊！努力、上进、三观正，优秀。这3个词儿出来，感觉杀伤力不太强呢。咋的了？努力啊，上进啊，三观正。你别笑，就这3点，爱我爱疯了。你这人不好找，你要自信一点，宝贝。自信。我真不是没有自信，我是不想花精力在这些事儿上。就经历过魏亮这个事儿之后啊，我对爱情这块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。我听一听来。为什么你充满了这个质疑的眼神？就是我听一听，学习一下。你看啊，我们老是说我们要爱自己，爱自己，对吧？但其实真正做到没几个。爱自己是什么？就是我的好我得爱，我的不好我更得全盘接受。我这叫我爱自己，对吧？那我只有爱自己爱到了100%，那来的任何一个人，无论是谁，才会效仿我爱我的方式来爱我，对吧？有点绕，但你捋一捋，是不是这么个道理？对吧？那如果我嘴上说的爱自己，但其实没那么爱自己爱到个30%、40%，这随便来一个人爱你爱个50%，你一下觉得哇天塌了，完了，这 Mr. Right 啊就是他了，没别人了。但实际上呢，他连及格线都达不到，对吧？所以，我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要好好爱自己，然后好好工作，啊。对爱情这个事儿呢，6个字吧，不凑合，不强求。这个道理吧，是这么个道理，但是呢，爱情这个东西吧，它不讲道理。你相信我，当有一天，当你真正发现你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，你就会自己推翻你刚才说的所有道理，是吗？不过，如果像你说的这样，真有那一天，也真有那一个人的话，其实也挺幸福的。所以呢，贾云迪女士，不管女人多大了，都不能放弃爱做梦的权利和冲动。不放弃，不放弃。
啊，赶紧吃完我去床上做梦了。明天我要做白日梦的。赶紧。什么东西？哎，我再问你个事儿啊，咨询一点，你这不是经验比较丰富嘛？就是在爱情这块，就是你说像于石这样的人哈，就这一类吧，我不是单指于石啊，怎么能够确定就是说，哎，就是说，他对你是不一样的呢？他这种人表面上看起来会比较冷，或者是用一种姿态来对待所有人吧。但一般像这种人，我觉得他的内心啊，可能是相反的，掩饰，你懂吗？用外表来掩饰自己的内心。那如果，比如说就是，比如说哈，你感觉到他好像对你就比较特别，就是单独照顾你一下啊，或者到医院看看你啊什么的这种的，那你说他去医院看你了？没有，没有，这不就是上演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戏码吗？吃吧。不爱，偏爱。我跟你讲，爱情当中如果有人对我偏爱，真的太幸福了，珍惜他。我对别人都云淡风轻，但唯独你，nice，就唯独你踏实，努力3个月。那你说他是不是对大家都挺好的呢？他要是真在乎你啊，他肯定会对你做一些特别的事情，但他一定不会说啊。我觉得你也不要拆穿他或者说破他，陪着他演。他是不是去医院看你了？没有，肯定去。怎么可能啊？要不去，你这脑子肯定转不到这儿来，他肯定去看的。也没有顺道。这就是偏爱，我跟你讲，宝贝，他就是看上你了。明天就问他是不是单身，调查清楚。哎，这不行，这真太高了，这非得穿这样吗？非得？有多非得呀？大姐，你第一次跟人约会，哪有穿球鞋去的？那行，我不穿球鞋，咱这样啊，咱折个中，咱穿这个呢，这皮鞋也有跟儿。不行，你得穿高跟鞋。一个女人约会穿上高跟鞋，会显得人特别的有气质，整个人就自信了。高跟鞋真的能把我折磨疯了，它太疼了。忍着。你听我说啊，我觉得吧，这球鞋呢，它就是运动起来啊，走路起来它方便啊。你是跟人约会，你又不是跟他跑酷去，方便什么呀？方便。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点，它不是约会啊。我说了，老板肯定是为了考验我，所以要找我去喝咖啡，是不是？这不是约会啊。好，我不跟你废话了。你今天胆敢穿这双球鞋出门，转脸你就会失去我。哎呀。话也不用说这么绝嘛。哼，我觉得我呀，就是昨天晚上出去跑步的时候，有点让风吹着了，根本就没什么大事儿，真的没必要去医院。让医生看一下安心。哎，你太紧张了。关心我太太，你有意见啊？既然打算要孩子，就应该随时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，对不对？天天真。干嘛不接啊？还在赌气啊？不想接。他打电话无非就2个事儿嘛，要么就官司，要么就小童。现在哪个我都不想说。那也不能不接电话呀，你这个。得，顺藤摸瓜到我这儿了。喂，妈。嗨，没打搅你吧？没有，您说。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小慧打她的手机老是不接。你们俩在一起吗？啊，没有。您有什么事儿您告诉我，我转告给他。就是这孩子还在跟我赌气呢。你说他现在脾气怎么那么暴啊？是不是工作上的麻烦还没解决？仲航，你知道什么可要跟我说啊，我也好心里有个数。妈，您多心了，他怎么会跟您赌气呢？一定是忙啊，来不及接您的电话。您放心，
回头让他打电话给您。他呀就喜欢逞强，脾气又倔，你劝劝他。好的。再见，妈。行，那就这样。中华好女婿，你说你这样，他有事不找你找谁呀？没办法，里里外外一把手，上的厅堂，下的厨房。别骄傲。不骄傲，我挺自豪。好。哎呀，妈呀！啊！我现在就在徐秘书屋呢。我们公司对这个项目特别感兴趣，听说李维清今天本人也要来。哎，安迪，你跟他们团队合作过，谈人怎么样？啊？他目前没打算新一轮融资啊？那我怎么才能接近他呀？哎，那你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他天使轮的投资人是谁啊？哎呀，那你帮我想想办法呗，好不好？行，那我等你信儿啊。好 ，OK， 挂了啊。拜拜。慢点。你走吧。别忘了给妈打电话啊。啊，知道了，拜拜。拜。你怎么还不来呀？你再不来，我就得一个人上去了。你快点儿。行，你快点啊，要不然我害怕。好。对不起，老板，知道了。整整10分钟，以后这个习惯要改啊。你会感谢我这10分钟。谢谢。手还疼吗？还有人要来吗？我要感谢你什么？感谢我这个新项目吧。我觉得吧，老板请我喝咖啡，应该绝对不是一顿简单的咖啡，肯定是跟我聊下个项目的事，所以我就做了一点点功课。好，那你说说。我真说说了啊，你说吧。好。须弥书屋，取自“生如芥子，心藏须弥”之意，是不是特别有诗意，特别鼓舞人心？是维清读书会呢，在线上形成固定的知识付费群体之后，然后打造的一个新业态连锁书店。他们的第一个书店是一个旧仓库改造的，装修特别简单，就是黑白灰3个颜色，然后再运用一些光影。
那会儿被新媒体人好像评为最美书店之一，然后就是慢慢的是年轻人最爱去的那个网红打卡圣地了。所以你做足了功课。哎，还是有点仓促了。还有吗？接着说。还有就是他，李维清。最早的时候呢，他是诗人，然后还出过书，还当过出版社编辑，所以他的阅读量特别大。然后呢，就会有人让他推荐书单，但他慢慢发现啊，就算他推荐了书单，那些人能把这些书都读完的真是少之又少。再加上现在互联网时代，大家都是碎片化的阅读习惯，所以他就形成了一个想法，要不就当一个讲书人。他把他觉得值得推荐的那些书讲给大家听，然后大家一起交流，让大家形成一个阅读习惯。我觉得他这人还挺有意思的。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期的维清读书会。下面就由我们的维清老师来给我们推荐一本书《橙色光芒》。《橙色光芒》这本书呢，是我的一个朋友写的。他自己是一位投资人，很多人都觉得投资是金钱游戏，投资人个个风光无限，对这个行业既好奇又向往。那《橙色光芒》这本书会让读者在追随主人公命运的同时，跟随他的视角去了解风险投资行业里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状态。他们一开始只是个微信群，解读50本书，然后收费300。谁能想到，3年之后，会员破1000万了，然后还拥有了自己的付费听书社区。这里面有大大小小30余个投资工作场景。他们这个书店到底盈利多少，从来没有公开过。但是这个也不是他们的赚钱的策略。他们就是想通过这个书店来扩招会员。那书中呢，还有一些是给初入职场人们的一些技巧，比如说，当你遇到了同事排挤你该怎么办？如果你的老板过于唯利是图，你怎么办？当你面对金钱的诱惑，又该怎么选择？这本书通过投资行业串联了。你对这个项目就那么感兴趣？当然了，等多个关联行业。我们同行好多人都对他感兴趣啊。都盯着他呢。那更为有趣的是，书中主要人物都同时有着投资人和创业者的双重身份。作者将一枚硬币的2面同时展示给了读者。不过听说李维清这个人挺怪的，好像对下一轮融资没那么饥渴。但真实的世界却往往应该挺难搞的。做这个阴涌中的群演。据说他们去年净利润有3000多万呢。当我们知道了我们原本是这么微不足道的时候，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，我们是否仍愿意站在这个舞台上？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呢？那这位朋友，您好，维清老师。从3年前您的书友会刚刚成立，我就是您的忠实用户，这么多年也是和您的读书会共同成长。我想问问您，作为知识和内容付费第一批吃螃蟹的人，您对于维清读书会和须弥书屋的未来有什么规划呢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位朋友，既然您是我们读书会的老书友呢，那就应该理解我们线下活动呀，主要是分享一些阅读感悟。如果和本次活动主题无关的问题呢，希望可以换一个时间询问，不占用大家的时间。那下一个问题，这位朋友，维清老师您好，这几年呢，通过您的荐书和讲书，我获得了很多的知识。但也有人提醒我说，通过别人的思维去理解世界，会不会让自己的视角变得越来越狭窄和片面？对此您是怎么看的？哎，姚兰，哎，正看你报告呢。是吗？没什么问题，就是普通感冒。
身体也没什么炎症，不用太担心啊。其他方面呢？有一些钙流失，激素水平略低，调理一下就可以。哎，你说我现在要是想怀孕的话，身体各方面情况适合吗？考虑备孕了？有一段想法了，但是也是有点担心呐，毕竟到这个年纪了，还能不能怀上？自然受孕的话，成功的几率可能会比较低，所以，我建议你做试管。当然了，没有任何一家医院可以100%保证成功率，但是你要相信现在的科技水平啊。哎，你说那个之前不是有一次宫外孕吗？这个会不会有影响？